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晚的发布会。今年8月呢，我举办了第4次的年度演讲，时间有点长，3个多小时，居然有很多朋友真的看完了，跟我感慨。首先说太长了，接着呢说，哇，这几年小米变化真大。确实，过去3年呢，小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呢，简单跟大家介绍3点。第一呢是技术。我们小米进入新10年之后，明确了新10年奋斗的目标，就是大规模的投入底层核心技术，致力成为全球新一代的硬核科技的引领者。也就是说，大家会一步一步看到小米在硬核科技上的投入和在硬核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新的成绩。我们坚定地选择了对人类文明有长期价值的领域，并坚持长期持续的投入。我们正式发布了我们的科技观，就是深耕底层技术，长期持续投入，软硬件深度融合， AI 呢全面赋能，并且我们还承诺了在未来5年至少投入1000亿人民币的研发经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在屏幕上呢列出来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去年呢投了162亿，今年我们预计呢会超过200个亿，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增加。那这个投入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前不久我看到了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公布的2022年全国研发经费总投入3万亿。我拿162亿除了一下，小米的占比呢达到了 0.53%。小米一家公司的研发经费占了全国所有高校、研究所、所有企业和机构的总研发成本的 0.53%。我觉得对于一个13年的企业来说，这个占比已经非常非常的夸张。但我要跟大家讲的，小米还会进一步的加大研发投入。第二点呢，就是高端化。经过过去3年的探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目前的话呢，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在过去的1年里面，我们发了3波旗舰手机。去年年底发了小米13和13 Pro， 今年4月份发布了13 Ultra， 今年8月份我们发布了 Fold 3，连续发了3波。电商购买用户首月的好评率全部超过了99%。大家要知道啊，电商用户是最挑剔的，最容易吐槽的。这一个用户群，我们的口碑超过了99%，这说明口碑非常的好。这更加说明什么呢？小米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体系，我们有能力保障持续做好高端手机，这是过去3年小米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第3 ，ESG， 可能这个词很多米粉不了解啊，其实它就是英文的环境、企业责任、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3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ESG 啊。在今年的8月，小米集团庄重的承诺2040年达到碳中和，并且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小米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开始支持环境保护。小米能有今天的成绩，我们感恩时代，
感恩米粉。我们下决心用实际行动来承担企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4年前，我们还专门成立了小米公益基金会。我们的基金会呢，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重大自然灾害，小米公益基金会总是第一时间驰援。我们短短的4年时间捐赠了现金1.56亿，这里面还不包含我们小米集团捐赠的和我个人捐赠的啊。这个小米公益基金会捐赠了1.56亿。我们也非常关注人才，关注年轻人的成长。我们专门设立了小米奖助学金，总额呢5亿元，现在已经覆盖了60所高校。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有7780名大学生得到了我们的奖励和援助啊。而且我们还有专项的体育奖学金，奖励了1200多名体校的运动员。前段时间我们还组织他们去杭州亚运会参观学习。在青年教师这一块呢，小米还有青年学者计划，也是总额5亿元。现在呢，已经覆盖了30所高校，已经资助了500位青年教师。我举几个例子吧，这几位呢都是我们小米青年学者，他们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都特别的年轻，甚至有30岁的。别看他们这么年轻啊，他们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世界级的学术成就。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简历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自豪。正是有这样一些优秀的青年的科学家，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啊。在基础科研领域里面，小米和北京自然科学基金联合成立了小米创新联合基金。小米公益基金呢捐了5亿人民币，北京自然科学基金呢配置了5000万啊。我们已经资助了74个项目，然后总金额1.08亿元。其实参与的科研人员超过了5000人，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在这里呢，我就不展开讲了。我们的工作呢得到了很多米粉的认同，也得到了媒体朋友们的认同，也呢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我就不展开了啊，我就不展开了。今天呢，我特别激动啊！过去这几年，小米呢一直在学习，在成长，在积累。今天迎来了我们的跨越时刻，我们将发布一系列的突破性的成果。首先，我们将发布全新的战略——人车家全生态。人车家全生态，从个人设备到智能家居，再到智慧出行，以人为中心，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承载新战略的关键是小米澎湃 OS。 人心里。那么为什么叫澎湃呢？可能很多人关心我们为什么叫澎湃啊。我觉得澎湃呢，就是自由奔流，汇聚每一个人的力量，连接广阔的智能世界。我呢准备了一段视频，大家一起看一下。人心里一瞬间有多少个念头？这个世界跟得上吗？你想有光，就有了光；想有风，就有了风。最好是春风，每一处都恰到好处。我们学习你的恰到好处，甚至在你意识到它之前。
有时候太安静了，你想说句话就搞定一切，有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说。 AI 正在生成会议纪要。是的，人一瞬间有多少个念头，我们都懂。车已停好，进入回家模式。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让万物更懂你的心思，让人更专心于眼前事、眼前人，让每一个心意都自由奔流。以人为中心，打造人车家全生态操作系统。全新小米澎湃 OS， 我心澎湃。以人为中心，打造人车家的操作系统，这就是小米澎湃 OS 的定位啊。当然，这个目标极其的宏大，我们经过了13年的探索，历时了7年的研发。刚开始，我们就兵分4路。2年前，我们下决心整合，统一软件架构，统一系统底层。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系统底层的重构。小米集团参与的工程师超过了5000人。在设计之初呢，我提了5个设计目标。我说这个系统极其的庞大，极其的复杂，我们一定要有5个设计原则。第一个，要确保单个设备的使用体验，就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人车家全生态的操作系统，我们就忽略了每个单个设备的使用体验。第2点呢，就是这些设备连起来要变得更好用。第3点是一定要有 AI 赋能，要成为生态的智能大脑，同时要做全域的安全隐私，还要坚持做开放生态。这就是我们在初期设计的5大目标。这呢，就是我们小米澎湃 OS 的系统架构图。我们将自研的微纳系统内核与深度修改的 Linux 系统内核进行融合，重构了各个基础模块，实现了性能和体验的大幅升级和大幅的提升。下面的话呢，我们有请金凡来为我们介绍全新的小米澎湃 OS。加油！好，感谢大家。小米澎湃 OS 的诞生呢，其实站在过去MIUI、Vela、Milan 还有车机4支团队的所有研发探索技术的积累之上，所以今天真的特别荣幸，能够再次代表直接和间接参与了研发的所有兄弟姐妹们，能够向各位朋友和用户介绍我们的成果。那么刚才其实雷总说了他对小米 OS 的5点期望哈，其实这正好对应到我们小米澎湃 OS 要实现的5点具体目标，那就是底层重构、跨端智联、主动智能、全域安全，还有开放的生态。那我们先从底层重构说起，因为 OS 作为连接硬件和软件的中心呢，它最本源且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发挥底层的硬件性能，去满足上层的软件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先要深入到底层的源头，也就是硬件角度来看一看底层重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其实今天所有的智能硬件架构都源于78年前的冯诺依曼架构。当时冯诺依曼把整个计算机分成了5个关键模块：控制器、运算器、存储、输入和输出。那么对应到现代的硬件呢，底下控制器和运算器呢就变成了今天的处理器，存储就是今天的内存，然后输入和输出呢变成了今天更多的硬件，包括 storage、网络还有其他 I/O 设备。那么当然每个硬件呢其实也都有它对应的软件的部分，比如说指挥的 OS 部分，比如说处理器对应的是调度，那么存储对应的是内存管理，还有 storage 对应的是文件管理。那么一个 OS 要运作的一个前置条件啊，首先它是要能够
良好的操控最底层的硬件，能够和不同的硬件一起融合工作。那么呢，得益于我们这么多年来对大大小小的设备系统的开发经验呢，这是恰恰是我们非常强悍的地方。小米 HyperOS 拥有强大的异构硬件的兼容性，我们支持了超过200种处理器平台，支持20多种文件系统，意味着它能够兼容当前常见的各种存储硬件类型，然后能够覆盖数千的 SKU， 支持200多种硬件品类。那么同时呢，小米澎湃 OS 还拥有非常高的灵活性，它的运行空间能够运行在最小的模组上，内存只有64KB 的大小，那么到最大，比如说高算力的设备，例如手机，能够最大支持到24GB 的内存。同时呢，澎湃 OS 也可以按照硬件的需求去配置功能，去紧紧搭载所需的功能和资源，意味着它天生精简。同时得益于底层的技术栈呢，我们可以看到搭载了小米 HyperOS 的小米14 Pro 呢，它的固件大小只有 4.75GB， 其实已经远远领先于原本就非常精简且表现很优秀的 iOS 以及各家其他的安卓友商。当然 OS 最重要的是要去发挥卓越的硬件性能。那我们以处理器的调度为例，处理器的调度呢，其实是非常内核且重要的一个调度的一个 OS 的一个那个能力哈。我们首先要快，我们在高算力的设备上呢，小米 HyperOS 的内核比安卓原生的内核更快，平均任务的调度延迟呢降低了13%。关键任务的调度最大延迟降低了，甚至达到70%，表现其实是非常优秀的，非常的快。那么同样的，在轻量设备上呢，我们比行业头部领先的轻量商用 OS 的内核也更为快。不管是终端的响应延迟，还是消息发送的延迟，还是任务切换的延迟，表现都比领先者还要优秀。当然，除了内核的快呢，更重要的还是准。就在此刻啊，各位手机上可能就同时运行着上万个线程，那么这上万个线程，处理器是没有办法同时得到满足的，这意味着就会存在着精准的调度。那么原生的 OS 呢，把线程分成了2类，一类叫做重要，一类叫做普通。那么它会以一个相对固定的周期去评估负载，比如说20毫秒。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呀，它可能就存在着评估赶不上任务的需求。我们以大家平时的玩游戏为例，如果你玩高刷游戏，每秒钟120帧，那么意味着每一帧的生成只有 8.3 毫秒，所以 8.3 毫秒其实是远远小于这个固定周期的，意味着有的时候评估还没有完成，然后任务就已经执行完毕了。这有时候就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如果系统给的资源太多呢，它就会带来浪费，功耗的浪费；如果系统资源给的太少呢，就会造成卡顿。那么在小米 HyperOS 中呢，我们的分类更为细致，并且系统评估的周期呢，会根据任务的需求而动态变化。如果任务需要更精细，我们评估的周期就更快一些；如果任务的需要不是那么的紧迫，评估周期就会随着它去动态变化。当然，进一步，我们的系统底层呢，会去分析线程之间的依赖关系，来对它进行染色。那么根据染色，我们去关联相关的关键任务。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 CPU 进行一个精准的负载评估。那么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在当下这个时间片最优的 CPU 调度策略。那其实它不仅只是 CPU 的调度策略，其实我们在这一瞬间对 GPU 还有 DDR 也就是内存还有 I/O 的吞吐，我们是进行了精准的一体化的评估和调度。所有这些复杂的事情其实都只在一瞬间，在毫秒级就已经完成，并且持续不断。那么在轻量设备上呢，轻量设备的算力其实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们在轻量设备上支持从以 CPU 为核心的调度计算变成灵活的分布式计算。我们能够把一个任务分解成多个子任务，然后散播到各个大大小小的处理器上去进行协同计算，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轻量设备的性能。所有这些强悍的能力，它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极致的流畅和优异的功耗表现。我们以王者荣耀加上语音通话这种重载场景为例，连续执行30分钟。左边可以看到小米 HyperOS 的帧率表现始终是非常的稳定，在120帧左右，并且在右侧功耗表现也是最低的。这其实意味着一个非常强悍的内核的调度能力。
那当然，在内存管理这方面呢，我们得益于精准的一体化评估，那我们的系统可以提前分配、及时回收，包括分级加速。它带来的各种策略，最后会带给我们超强的性能和驻留的表现。我们以连续启动30个应用为例，启动的耗时最短。同时，如果我们再启动一轮，你会发现驻留是数量第一的。所以这其实也恰恰印证了我们对内存的精细管理的能力。同时再说文件系统，我们对文件系统也进行了大量的重构。那么在得益于软硬结合的换新存储，我们50个月来看的话 ，I/O 的性能衰减几乎为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类似于手机越用越卡这样的事情已经彻底沦为了历史。同时，在轻量的设备上呢，我们重构了轻量级文件系统，它不仅带来了优秀的性能表现，3方应用的加载速度提升15%，并且呢，轻量设备空间是非常的宝贵的，因此呢，我们可以应场景所需带来更优秀的空间表现。比如 OTA 升级的存储占用可以下降接近80%，OTA 的所需时长也就会进一步的减少。那再说网络系统，其实啊，我们小米不仅做手机多年，我们路由器的份额其实也是全国第2。我们在多方面其实积累了丰富的网络能力的认知。那么经过重构的网络系统呢，在进场的通讯和原厂的表现都非常的强。我们可以看一下，不管是出行的场景，我们在京沪高铁上北京到上海一个来回去看视频的这个卡顿，还是聊天的卡顿，还是我们平时游戏的平均时间，表现都是非常的优秀。再包括我们在下载时候的峰值带宽，是全面优秀且卓越的网络表现。同时，得益于坚实的底层的能力的积累呢，我们也重构了图形子系统。图形子系统的意味着我们可以更轻松且流畅地实现更高质量的渲染效果。比如说，我们的技术能够实现复杂的多级模糊混色渲染，细腻而真实。那么它进而呢，就可以给大家用户界面上带来细腻的材质的感受。同时呢，我们还实现了独特的一个动态玻璃的效果。那么当它应用在界面上呢，它就能实时模拟玻璃纹理的光影变换。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大家带来细腻的且独特的美学感受。包括我们柔和的空间投影，它能够营造出更清晰且更立体的界面空间关系，而不是一成不变。再比如说，我们的实时渲染光照的技术，可以实现极富临场感的天气效果，包括动态的云层和界面的文字会相互的影响和作用，这意味着彻底告别了以往的固定动画的表现。总之，诸多的技术，我们小米 HyperOS 的底层重构的核心系统呢，它能够非常高效地发挥各种异构设备的硬件性能，从而给各位带来卓越的单设备表现。那么单设备表现就够了吗？今天啊，绝大部分的操作系统就是主要为单设备而设计的，每一个设备单独看运行都还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整体看的话，相互连接和协作的效率非常的低效。因此呢，我们认为跨端智联是下一代操作系统的必要前提。那么大家可能在架构图上看过这个图哈，在这个跨端层，其实我们叫小米 HyperConnect， 是我们自研的非常先进的跨端互联框架，它可以让设备高效连接、极致协同。那么在我们这个技术的加持下呢，所有设备是动态实时组网的。你可以想象，以你为中心，当你的空间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周围散落着的智能设备会动态实时组合在一起。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用一个显性的方式来给大家感知，就是我们新的控制中心下拉就会有一个融合控制中心，它可以实时展示出来在你身边此刻动态层网的设备的情况。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大家会发现这个设备是在实时变化并且连接着的。或者说当你在出行你上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设备的状态和种类。再比如说当你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灯已经亮了起来，并且你可以看到这个音箱是正在播放音乐的。当然你对所有设备你都可以轻松的点开去控制它，非常的简单哈。但更为重要的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技术的加持下呢，所有独立的设备会融成一个整体。我们可以意识到此刻我们现状是每一个设备都是一个孤岛，每一个设备上运行着各自的 APP，
那么每一个 APP 呢，也只能使用这一个设备上面所带来的硬件能力。但是，如果当我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意味着系统应用、各种应用的开发者可以使用群体的，在整个群体中间挑选最合适的硬件能力。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平板是没有5G 模组的，对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移动网络是用不了的。但是如果在小米澎湃 OS 的情况下呢，你把一台手机放在它旁边，你会发现，哎，它是可以点击了，对吧？然后当你连上这个网络的时候，实际上是系统服务直接使用到了手机的5G 通讯模组，它就相当于 Pad 是拥有了这样的通讯模组的能力一样的，包括你的定向流量，包括各种流量策略，其实都跟手机上一模一样。因此呢，以这个例子，我们想说的是，小米 HyperConnect 它可以助力所有的应用开发者们轻松地创造更好的体验。那所以说，我们跟飞书视频为例。那么在会议的时候呢，你可以轻松地切换到手机或者更好的视角上。再比如说，当你跟家人用微信视频通话的时候呢，你不光可以切换前摄、后摄，你甚至可以切换到汽车的顶部摄像头上，把美好的风景展示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们。再比如说，如果你跟你的好哥们儿一起看球，你在美团上面点了一个烧烤，大家一起吃，你也不用总是想着要去盯着手机看，对吧？那么当快递快到外卖快到的时候，美团会恰到好处的在电视上给你展示，以及当他按门铃的时候，门铃会把 push 推送到电视上。或者高德打车也是一样的。其实当你在等待的时候，你不需要总是盯着手机，其实会非常焦虑。你也可以去休息一下，或者在客厅里面去收拾，然后高德地图会非常智能的用电视帮你把这个等待的消息显示出来。那么对于小红书这样优秀的内容平台来说呢，那不管用户是使用手机也好，还是说他当前在盯着平板上面看也好，还是说他在使用笔记本，用户使用什么设备，那么就可以从哪里开始继续的去阅读优质的内容。那当然，我们的系统服务也可以轻松贯穿所有的设备。比如说，我们以剪切板为例，当你在笔记本上复制了以后呢，然后你切换到平板上，也可以轻松的粘贴。那这个不仅可以被系统应用所使用，它可以被所有的应用开发者所使用。那其实不仅是应用开发者呀，我们跟硬件的合作伙伴一起，借助小米 HyperConnect 的能力呢，在米家上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的实验性的小程序，让硬件开发者可以轻松借助各种 IoT 的设备能力，创造崭新的体验。比如说，以摄像头为代表的这些设备，它们其实拥有视觉感知的能力，对吧？于是呢，我们跟创米一起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小功能，叫做宠物在哪里。那么它的功能很简单，上面只有一个按键，点下这个按键以后，扫描你家里的所有房间，然后告诉你猫在这里。它其实是通过摄像头之间的识别和相互通信完成了这样一个操作哈。再比如说，我们跟米家空调一起实现了一个叫做根据人数调温度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功能。那么以咖啡厅为例，在一个小的咖啡馆里面，当人少的时候呢，26度。然后如果发现人多的时候呢，就会把空调开大一点，开到22度。或者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呢，会自动调节到28度，节省能源。那我相信可能很多小餐馆都会有这样的需求。再比如说声音感知的能力，以小爱音箱这样的设备为代表的话呢，它也可以被大家所使用到。我们跟飞利浦一起开发了一个叫做声光律动这样的一个小应用哈，它干的事情很简单，大家听一下。其实就是让家里面的灯光跟着你的音乐节奏一起律动。那么为了实现这个逻辑呢，它其实是通过小爱音箱去监听，然后再把这个信号给到了灯光。以及我们跟艺来一起创造了一个非常无厘头的功能，叫做打个响指。那么它是有什么用呢？打个响指灯就亮了。或者你也可以用它天马行空的拼凑出你想要的各种效果。那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呢，小米 HyperConnect 先进的跨端互联框架，它能够让所有的设备高效连接，并且能力融为一体。这样我们可以助力所有的开发者和设备厂商一起给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设备互联体验。
那好，接下来当所有设备都高效连接后呢，可能独缺的我们认为是一个智慧的灵魂。那我们认为主动智能是未来操作系统的一个重要特质。在我们想象中的未来的智能生活呢，它应该是 AI 在后边去感知人、理解人、主动服务人，这才叫做以人为中心。那么我们今天小米庞大的设备互联生态呢，它连接以后，其实我们拥有全模态的感知能力，包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视觉感知，还有声音感知。那我们还有空间感知能力、行为感知能力。所有这些东西连接起来了以后呢，其实变成我们通向未来智能生活的一扇桥梁，是一个基建。但是我们还独缺一个中枢，去思考、理解人并主动服务人。那怎么办呢？因此我们推出了小米 HyperMind。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我发现你的生活有迹可循。深夜回家，你会去打开常用的那盏灯，在家播音乐，你会连接小爱音箱；接电话时，你会调低电视音量。同一个空调，你喜欢温度低一些，他喜欢高一点。通过感知周围环境和你操作设备的行为，我能理解和学习你的日常操作，把设备调整到你习惯的状态。下一次在家播放音乐时，自动为你连接音箱；接听电话时，为你调低音量；挂电话后，贴心恢复；傍晚回家，为你打开家里的灯；深夜回家，为你点亮夜灯，不会打扰熟睡的家人。每个人打开空调时，我会调到它最舒适的温度。记住你和设备的每一次交互，我会不断成长进化，越来越懂你。我就是 HyperMind， 懂你所想。所以 HyperMind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迈向未来的尝试，它是一个跨越多端的智能思考中枢。它的运作逻辑呢，是通过我们构建的全模态感知能力，然后进而去学习和理解你的习惯，然后再帮你自动执行，把周边所有动态联网的设备调整到心里所想的状态。那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相信随着我们未来使用更先进的 AI 能力，以及我们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它真的会像我们片子里面说的越来越懂你。那这些伟大的我们认为技术创新和伟大的场景呢，其实是借助于我们强大的生态再乘以 AI 共同结合而成。那 AI 我们其实不只是刚才说的跟大家介绍的 HyperMind， 其实 AI 的概念非常的广泛，它有非常多的设备。那的 AI 呢，其实也像血液一样融在了我们整个小米澎湃 OS 的里面，包括 AI 大模型，今天最前沿的或者说大家最热门在讨论的技术，其实也AI 大模型的技术应用呢，也深入到了我们的全系统的每个角落，它和诸多的系统应用都在结合，去提升应用的表现。在这里呢，我挑几个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输入法，它能够随时轻松的创造文本。以我们一个同事的真实例子，开家长会，然后班主任要求他来一段即兴发言。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当你有了输入法的大模型以后呢，你只要输入一句话说我是小宝的爸爸，很高兴作为代表发言，那么 AI 就可以帮你扩充生成一段声情并茂、富有情感的文章。对。所以不管是临场发言，还是你有时候要凑50字的好评，或者过年写祝福，对吧？其实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帮你搞定。还有一个例子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快要下班了，领导给你了几十页的给了你几十页的文件，对吧？甚至可能还是外文的。他说，哎，那个能不能帮我写个总结？我急着要，对吧？明天能不能给我？这其实是非常的痛苦的哈，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那么在 WPS 的 AI 的加持下呢，你只需要随手拍下文档来，然后就可以生成一个总结概要，一键生成啊，并且还没完，你可以让 AI 帮你提炼 PPT 大纲，然后再一键生成 PPT。所有这些不会超过5分钟。
那我们系统中呢也有实时字幕啊，它可以帮你在看视频的时候显示字幕和翻译，也可以在会议的时候去记录和生成摘要，也包括可以在线下的时候和无障碍的时候去做沟通还有翻译。那小米创作是我们在平板上的应用，我们这一次也加入了一个叫 AI 画笔的功能哈，简简单单的几笔画，对吧？然后你用 AI 画笔圈起来，它就可以生成一幅精妙的画作。所以不管是您和家人一起随意图画，它都可以让你的每个画纵变得与众不同。我们再说相册，相册是非常常用的功能，得益于大模型的加持呢，你的搜索会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因为我们相信大家相册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照片，对吧？你可以搜索宝宝和猫，你也可以搜索跳舞，这些词其实过去是搜索不出来的哈。再比如说演唱会，或者春节聚餐，其实得益于大模型对图形的识别和对我们人类和对语义的理解呢，我们可以做到前所未有的搜索的自由。那包括还有一个功能哈，这个功能叫做 AI 写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册里有大量我们自己的照片，对吧？这个是我们的同事贡献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同事贡献了他自己的生活照。那么通过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帮助学习我们的特征，然后生成我们的数字形象。那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可以进而进行自由创作，生成新的照片。比如说在雪山脚下露营，其实你没有去过，对吧？或者穿着传统服饰，再或者在埃菲尔铁塔前。所以这会给你平时在生活中或者跟家人朋友沟通时创造很多新的乐趣。其实就是 AI 学习你的特征，创造出你的全新照片。那我们刚才举了很多大模型的例子哈，相信使用大模型都知道，就今天大模型啊，其实需要非常高的算力和要求，因此往往都跑在云端的服务器上。那么呢，我们的 AI 子系统支持最新的大模型 NPU 端侧部署技术，意味着大模型不仅可只在云端运行，它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手机上运行。那我们以小米自研的图像大模型为例呢，我们经过 NPU 的部署以后，运行效率大幅提升，不管是模型的大小、内存的占用，还是运行的时间都极度的缩短，就可以直接部署在我们的手机上面。那我们以小爱同学的纹身图为例哈，对小爱同学说一句话，让他生成一张图片，就是右边的这一幅图片。它是直接手机端侧生成的，并且就意味着你不需要排队算力排队，也不需要有使用次数的限制。那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 AI 扩图这个功能哈，它也是端侧计算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张照片其实构图是有一些拘谨的，对吧？那么你可以通过 AI 计算，帮你重新构图，并且生成画面之外的景色，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完美。这也是端侧计算。所以呢，我们将持续拥抱最前沿的 AI 技术，去不断进化，给大家带来真正的智能生活。那接下来，其实刚才介绍的所有一切，包括互联，包括 AI， 都基于我们全新的面向多设备时代的安全隐私架构。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 OS 之初呢，安全隐私架构就从纵向跨越，从最底层的硬件层，然后到内核层，到服务层，到跨端层，其实它大幅加固了我们从单设备到跨设备到跨越设备权限的全域安全领域表现。那我们整个设备安全的基石呢，其实是我们自研的 TEE 硬件级底层安全系统，它是拥有独立内核，并且在使用底层的 CPU、内存等资源的时候呢，在硬件层就进行了完全的隔离，并且我们通过形式化的方法进行了严格的数学逻辑推导和证明，确保系统达到数学意义上的严格安全。因此呢，我们也获得了国内首家的 CCRC EAL 5+ 认证，这是目前最高的TE 级别系统的最高等级认证。因此，我们也来听一下行业专家对此是怎么评价的。小米自研的 TE 系统，它基于硬件隔离技术，可以很好的保障操作系统的安全性。我们协助小米采用航天系统中使用的形式化方法，通过数学上严格的逻辑推导和定理证明，保障系统达到最高等级的安全。小米自研 TE 系统
获得国内首家 CCRC 125加最高安全等级证书，证明了小米在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安全领域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所以，正因为我们有一个如此坚实的安全子系统，它向上就能够支撑我们的应用和支付安全。因此呢，我们得以能够加固系统应用的安全，包括我们所有敏感的信息和数据呢，其实都是在这个系统的保护之下。包括我们也因此加固了金融和支付安全，比如说我们的银行合作伙伴们就因此能够给我们的转账额度能够达到银行 U 盾级的这种额度。再比如说，我们还能为三方应用提供反黑残的能力，能够把这些机器生成的一些数据和虚假的数据全部都挑选出来，让大家远离黑色产业。那其实在跨设备安全领域呢，我们也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那么每一台设备是否安全，它不是由单个设备自己说了算，而是设备之间同样是基于安全子系统相互判断，从而保证整个设备网络更加安全。那么并且在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传输链路上，我们也实现了硬件级的端到端加密。那么在隐私权限管控呢，我们也从原来的单设备扩充到了多设备，它包括互联的权限管理、敏感性行为的提醒，还有互联的行为记录等。那我们相信啊，在设备互联时代，基于我们全新的安全架构和坚实的技术底座，我们将持续构建稳固且强大的安全隐私保障体系。那最后，我们想说一下开放生态。开放生态是小米 OS 的澎湃 OS 的重要原则，因为我们作为操作系统，就是要好好的构建底层能力，进而去助力广大的开发者和设备厂商能够轻松的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产品体验。因此，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在应用开发生态领域呢，小米 HyperConnect 向应用开发者全面开放。在此特别感谢我们的应用开发者们的支持，谢谢各位。同时，我们在智能硬件生态领域呢，小米 IoT 平台向设备开发者全面开放，包括我们200多类的品类全面向大家开放接入，包括能力从技术到创新到推广也是全面开放，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小米 Connect、HyperConnect 的能力全面助力设备开发者们。因此呢，我们在此也会坚定地和我们9000多家合作伙伴们一起，共同构建美好的生活。那过去我们其实一直持续为全球开源社区贡献力量，未来我们只会更加的去拥抱开放。因此呢，今天也非常慎重的跟大家宣布一件事，就是小米 Vela 全面开源。Vela 作为一个非常先进的轻量操作系统呢，我们会采用 Apache 2.0 的开源协议，它对开发者非常的友好，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到全球智能硬件的开发者们。我们也会持续的去维护它，去为全球开源社区贡献力量。那么上面的包括 IoT 平台的开放和 Vela 开放的细节呢，11月16号小米 IoT 生态伙伴大会，欢迎各位智能设备的开发者们参与。那今天呢，这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小米澎湃 OS 的主要部分。所以呢，接下来要说说大家特别关心的发布计划。其实这个真的跟过去的那个MIUI 年度升级不同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功能，也是第一个大版本。我们牵涉到非常多的重构，因此呢，前期机型的适配可能会比较慢。当然，后期随着我们的熟悉和能力的提升，它会慢慢快起来。我们希望尽可能的这一次去确保高品质，认真的做好一个发一个。所以呢，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包容。因此，整个 HyperOS 的首批发布计划呢，国内的首批6类设备，我们从手机、平板、电视、手表、音箱到摄像机，将于12月开始推送正式版，其中少量设备会随着厂包一起发出去哈。那我们 HyperOS 呢，同时也是面向全球而设计的，因此海外的首批设备将于明年1季度开始推送正式版。我们也会全力的打磨，去推进更快的适配，希望大家特别能够多一些耐心和包容。那如果有些朋友们特别急迫呀，想要提前体验的话，除了看上述的这一些设备之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去关注我们的开发版内测的计划。所以呢，今天的最后啊，想说一下，就是今天的发布主要聚焦于技术层面，但其实我们
小米澎湃 OS 在产品功能和设计上啊，基于全新的设计理念，也有大量的变化。我们会另外找时间跟大家讲述。因此，最后呢，我通过一个设计的短片来结尾，感谢各位朋友们。科技越进步，越接近生命的原本形态。从生命体验中汲取美好灵感，全新的美学体验从寻找完美曲率开始。全局统一容器圆角，营造舒适氛围观感。从鲜活植物中取色，唤醒生机视觉情绪。重塑渲染技术，让光影过渡细腻丰富，独创柔和玻璃质感，折射立体光线，虚实相融。从舞台艺术中获取灵感，动态轻盈连贯，流畅自如。实时气象引擎，阴晴雨雪，有机交融，变幻的未来清晰可见。以经典艺术与设计定格数字锁屏，建立你的私人美术馆，包容多元，面向全球用户。通过技术与艺术的极致融合，缔造生命感美学焕新体验。这就是小米澎湃 OS， 以人为中心，打造人车家全生态的操作系统，给用户带来无以伦比的使用体验。那么，在小米澎湃 OS 的加持下，小米14会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正式发布小米14。这是一款激动人心的作品，它的实力非常非常强悍，强悍的都有点让你无法相信啊！我们继续定位成小尺寸的全能旗舰，相比上一代的话，是跨越性的大升级。上一代呢，我们对标的是 iPhone 的标准版，由于小米14的标准版呢，实力太强大了。这是一款 Pro 级的产品，所以干脆我们越级对标 iPhone 15 Pro。下面请魏思琪来介绍这款震撼的作品。小米14呢，的确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360度无死角的跨越式升级。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的了解一下全新的小米14。它依然是一款绝无仅有的小尺寸全能旗舰，它有着非常高的颜值和很多精致的设计细节。比如说，正面点亮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好漂亮。它有着6.36英寸的屏幕，而且它的机身呢，依然保持了71.5毫米的黄金尺寸。所以拿起来它的手感是非常好的。屏幕之所以如此好看呢，是因为我们用了极窄的边框，它的下边框比小米11再小了0.1毫米，所以整个视觉呢更加接近四等边的视觉效果。虽然啊这个数字还有一点点的不完美，但其实0.1毫米已经是看不出来的水准了。超窄边呢带来的不仅是漂亮，而且能让屏幕的屏占比变得更高，所以它跟 iPhone 相比呢，在几乎相同的机身尺寸下，面积更大了6.4%。在整机的设计上，它依然采用了最经典的小米数字系列的家族语言啊，有着极简的线条和一些恰到好处的细节点缀。我们可以看到，小米14的相机呢，其实升级的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确比小米13要大了一些。那怎么样让这个设计变得更加漂亮呢？我们的设计师的确花了很多心思。比如说，我们的相机带口，在它的外圈呢，我们做了一圈巴黎士丁的装饰环。这个巴黎士丁的纹理呢，
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设计，一般都会用在手表上，所以看起来很精致，特别的有质感。小米14一共有4个颜色。第一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经典的白色。我发现每一次在发白色的时候啊，用户的呼声都特别高，觉得哇，设计的太好看了。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白色虽然是最简单的颜色，但它其实对瑕疵的包容度是最低的，所以它的颜色要调得格外的干净和通透，甚至它的边框都要跟手机设计的完美无瑕的结合。所以在这次的金属边框上呢，我们也加入了一些特别的工艺，让它变得更加的平整和闪耀。所以当你把它拿在手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特别的耐看，特别的漂亮。黑色也是经典款之一啊，在小米14的黑色版本上，同样采用了金属的高亮边框，在它的 logo 上也做了金属的设计，但是玻璃的机身我们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我们用了丝绒 AG 玻璃，所以这个黑色会变得更加的沉静，更加的内敛，同时带来的是更加丝滑的手感，而且完全没有指纹的困扰。接下来给大家看的是2款比较特别的颜色。第一款呢叫岩石青，它的设计灵感其实来源于那些被雨雾打湿的青色的岩石，它上面会在低饱和的绿色上泛着一层浅浅的流光，就像雨水冲刷以后的岩石一样，有一种镜面的光感。这个颜色拿在手里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时尚和高级。第二款是雪山粉，粉色一直呼吁声很高啊，但是粉色调好呢，调成高级的粉色呢，并不容易。这个颜色我调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它有一种阳光打在了雪山上漫出的那种不是很浓也不是很艳，但是又很明媚的这个粉色的感觉。它看起来很淡雅，所以其实男生或者女生都可以 hold 得住。我们在这个粉色版本上采用了最新一代的科技纳米皮啊。这2天又有很多用户说，哎呀，我不想要皮质。其实我们也理解，大家其实用皮的时候不是不喜欢它的手感，对吧？只是担心在长时间使用之后呢，是不是比较容易脏，是不是比较容易破损。所以我再认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科技纳米皮。这是一种很先进的皮质的材料，它的表面能是很低的，所以翻译过来的语言就是它特别不容易被弄脏，哪怕是比如说水性笔在上面画了一道，很轻松的就能擦干净了，而且它也不容易老化，不容易这个磨损。所以呢，我们也把它应用在了前2代的高端产品上，收到的用户反馈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特别推荐呢，喜欢粉色的用户呢，可以真的尝试一下这款产品。在我们做粉色的时候，其实还有过很多更大胆的设计啊，比如说这样的设计，这是一个立体的菱格啊，哎呀，设计出来的时候觉得挺好看的，但一琢磨呢，可能是不是有点太女性化了，怕男同志这个 hold 起来有点压力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手机壳，哎，它有一点起伏纹理，这个也很时尚很漂亮，大家可以选择购买一下。最后在这个设计上呢，说一个小细节，拿到手以后你会觉得，哎，这个手机的顶部为什么这么干净，很利索，但是也会有一个担心，说是不是你们把红外取消了，立体声是不是没有了？这个决定啊，我肯定是不敢下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是用一种创新的方式，把红外线的发射器呢和接收器放到了我们这个相机的 Deco 里边，所以我们既保留了这样的功能，同时又让视觉变得更加的极致，而且它也依然支持了立体声。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微缝听筒，通过一系列的调教优化呢，让它的音质变得更大更好，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看完了设计，我们再来看看屏幕。小米14的屏幕呢，其实也是完成了一次跨越式的升级。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其实在小米13的屏幕上已经做到了非常优秀了。
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我们除了在屏幕的尺寸上没有变化以外，各项都完成了很大的升级。比如说，最大的升级就是它升级到了 1.5K，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 PPI 能达到460，这是一个什么水准呢？就是跟 iPhone 15 Pro 完全相同。大家也看过很多 1.5K 的手机啊，但是小米14跟它们不一样，很多 1.5K 的手机呢，屏幕会比较大，所以它的显示精度未必是很精密的。但在这样的小尺寸上，460的 PPI 1.5K 精度非常之高。小米14的屏幕呢，也选用了最新一代的低功耗屏幕发光材质 C8 啊，它能带来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有非常高的峰值亮度，能达到3000尼特，这也是目前手机中屏幕最高的亮度水准。而且我们在小米14上支持了 LTPO 的可变刷新率，这个技术其实一般只采用在 Pro 的产品上，包括 iPhone 标准版也是不支持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节能省电。所以小米14即便升级了它的分辨率，但是因为我们采用了 C8 和 LTPO 这样的技术呢，它的整体屏幕功耗还能降低17%，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也把整个屏幕呢跟 iPhone 进行了一次对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边框更窄，亮度更高，同样支持了 Pro 级的 LTPO， 还有方方面面的升级啊。所以说小米14的屏幕是一块当之无愧的 Pro 级的屏幕。接下来谈的话题呢就是性能。小米14将全球首发第3代骁龙8旗舰平台。这颗平台很新，也是刚刚发布啊，所以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它其实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的架构从1+4+3变成了1+5+2，也就是说，大家使用性能最强的这个大核啊，变成了5颗，增加了1颗，所以它的性能表现得极其强劲。CPU 性能提升了32%，GPU 性能提升了34%，包括从这张图表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相比前几代，这一次是一个大跨越式的性能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能效非常的令人赞叹。CPU 的功耗降低了34%，GPU 降低了38%，它的 GPU 能效呢，甚至是可以跟 A17 Pro 进行抗衡，在相同的性能下，功耗降低了40%。所以呢，我们认为第3代的骁龙8有可能是2024年旗舰平台的能效之王。处理器很强劲啊，但是想在小尺寸旗舰上让性能发挥到极致，还是得上点狠活的。所以呢，我们直接用了最强的环形冷泵散热技术，这是我们4月份刚刚在 Ultra 上应用到的散热技术啊。它的散热能力呢，要比传统的 VC 强了3倍。所以在这样的加持之下，小米14的游戏表现完全是超水平的发挥。原神30分钟的重载性能测试，它的表现几乎是满帧，而且温度只有43度。同时，它的单帧游戏功耗降低了10.6%，也就是说，在你玩游戏的时候，它更不容易发热，更不容易卡顿，将会更加的稳定和流畅。我们一直在讲软硬深度融合，刚才金凡呢也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小米澎湃 OS 的底层优化。那所以在小米澎湃 OS 的加持之下呢，它的日常使用体验也是无与伦比的啊。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测试，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先来看的是应用启动速度，因为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底层的重构啊，所以在2轮连续启动30个应用的测试中，小米14的表现呢，平均打开速度快了20%。在应用使用的情况下，单应用长时间的使用，小米14的发热是更低的，而且
它比公认能效很好的 iPhone 呢，温度也表现得更加优秀。好，如果我们同时打开、同时运行多个应用，再配合着充电这种重载型的场景呢，小米14好像表现得更加突出了，它的温度比 iPhone 低了10%。小米澎湃 OS 做了非常多的细节的优化啊，细到什么程度？甚至是你安装应用的速度，我们都进行了全链路的优化。它的平均速度呢，比其他的这个竞品要快了70%。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测试啊，大家可能觉得这都是你们测的，你们选择的场景。好，我们也请媒体老师帮我们试用了一下小米14，说就来测一测小尺寸的这个旗舰到底性能水准如何。我们剪辑了一条视频，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算是抢先雷总啊，为大家带来首台量产骁龙8 Gen 3，全球首发骁龙8 Gen 3平台，首台搭载8 Gen 3的手机。高通居然在 CPU 多核上打赢苹果了，这甚至比 A17 Pro 还要高啊，提升约29%，提升了33%。他说是给 PC 打造的一颗处理器都不为过啊。而 GPU 方面还是一骑绝尘啊 ，GPU 性能一骑绝尘，高了接近1000分，远好于 iPhone 15 Pro， 直接干翻了 M2 了，手机端最强 GPU。谁说小屏手机就注定玩游戏不行呢？小米14就是个例外。在全高画质下，它的平均帧率竟然稳定在了59帧。崩坏轻松铁道长乐天跑图上去，平均帧率高达59.8帧。长时间在高负载的游戏场景下，也无需担心放手和过度掉电的问题。这个表现真的是遥遥领先其他平台，测试表现也是几乎没有对手的。小屏加上不错的调教，这功耗金刷新了我们数据库的记录，当之无愧的霸主吧。首发体验就如此成熟，毫无疑问，它就是目前性能最强的手机。小米14绝对会像小米6那样，成为新一代钉子户的。这么稳啊！小米14这波稳了啊！所以在测试后呢，媒体都给出的评价是很高的，尤其是能效表现，它更是刷新了各大数据库的榜单的记录。所以小米14在日常使用体验上，绝对是一次跨越式的升级。当然，谈到升级，我认为小米14升级最大的其实还是影像。在过去的2年里呢，小米影像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我们秉承着超越人眼、感知人心的影像理念，去追求真实表达每一个动人的瞬间。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也下了很多的苦功，做了很多的技术突破。这里边最关键的呢，其实就是光学。想要把影像做好，就一定要把光学做好。所以今天小米14将迎来徕卡光学的第3次进阶。我们将会通过镜头和感光元件的大幅升级，让移动影像可以在全场景、全时态都有最真实的光学表达。我们先来看一看镜头的升级。小米14将搭载全新的徕卡光学 Sumilux 镜头。Sumilux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徕卡第一款以光之名打造的传奇镜头。这个 Lux 在拉丁文的里边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光。它之所以被光命名，就是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光圈和超高速。这是徕卡引以为傲的巅峰之作啊，历史上也有很多经典的照片是由 Sumilux 拍摄的。所以在升级之后，小米14的光圈呢能达到 1.6， 这是一个很大的光圈数量，所以它会有超大的进光量。那跟这个大光圈配合的呢，是一套非常精密的紧凑型高性能光学镜头组。它的镜片拟合度达到了纳米级，而且用了非常多的专业光学材料去保证它的通光量。镜片的边缘呢，我们也会进行涂抹的处理，进一步的降低杂光。所以徕卡给这颗镜头了非常高的评价，他们称之为移动影像领域最完美的 Sumilux 镜头，是史无前例的重大突破，更是移动影像的跨越性时刻。当更多的光被照进来了，就需要影像传感器对光的容纳能力和驾驭能力有所提升。所以小米14
所以小米14定制了一颗全新的影像传感器——光影猎人。光影猎人这颗传感器呢，其实是面向移动光学时代打造的专业的高动态影像传感器。这里边有很多的技术啊，每一项都是为着容纳光和驾驭光而打造的。我们整整定制了一个系列，未来呢也会应用到多款的产品上。那今天小米14搭载的是旗舰级的光影猎人900，它将会有1.31%的大底，而且单颗像素面积会达到1.2 μm， 4-in-1之后呢会有2.4 μm的大像素，所以小米14的感光量将会是小米13的1.8倍，而且也远远高于了 iPhone， 是 iPhone 15的1.4倍，也是 iPhone 15 Pro 的1.2倍。作为一颗专业的高动态传感器呢，它采用的是最新的技术啊。第一个技术是双原生 ISO Fusion， 这个技术呢，就是你可以无需后期的多帧合成，硬件直出一张高动态范围的照片。它的原生动态范围可以达到 13.5 档，是什么水平呢？是1英寸989的8倍，所以它是很厉害的影像传感器。它可以轻松地进行单帧的高动态抓拍，大大的提升了大家在复杂环境下的抓拍的成片率和画质。而且在暗光拍摄下，它的能力也很强，它噪声也比989低了50%，所以在夜景的拍摄中呢，画质也会非常的纯净。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呢是光影猎人900拍摄的啊，很干净的画质。同时它的功耗是非常低的，相比于同尺寸的传感器呢，它的功耗下降了42%，所以你长时间的拍摄和录制视频体验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光影猎人是一颗技术非常先进的、体验也很优秀的新时代影像传感器。所以小米14凭借着 Sumilux， 再加上全新的光影猎人，又完成了一次光学的突破。我们之所以在小尺寸机型上还在努力的突破光学，是因为我们认为光学的问题就应该用光学解决。我们还是认为手机摄影应该去掉数码味儿，回归光学味儿。虽然小尺寸的限制让这件事情变得更难了，但是我们依然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技术，用创新，为所有喜欢小尺寸手机的用户打造一款真正的小尺寸影像旗舰。所以呢，小米14的影像系统全部进行了升级啊，它有3颗徕卡专业的镜头，有5000万的超广角，5000万的主摄，硬件直出了2倍的变焦，还有全新的75毫米徕卡长焦。我们逐一来看一看它的拍摄效果啊。在升级了5000万之后的超广角啊，素质是非常高的，哪怕是在暗光环境下的拍摄，这种烟火抓拍画质也是非常好的。主摄呢是 Sumilux 和光影猎人，它的效果也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一看这张照片，这是一只在胡同里被抓拍的猫，它正晒着太阳，好像是被打扰到了，看起来有点不高兴。这个时候的太阳呢是在它的身后的，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逆光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下，它毛发的细节，甚至是被阳光勾勒出来的身上的这个亮边，都表达得很准确，也很漂亮。而且大家再看背后的树叶，这样的树影是由大底大光圈带来的真实的光学效果，它不是算出来的。当然它的抓拍能力也很好，一个特别淘气的小朋友从床上往下跳，手舞足蹈，头发也乱飞。但是在小米14的镜头下，就是这样可爱的瞬间也可以被轻松的捕捉。最后这张照片是我非常喜欢的，阳光穿过了门廊，一个女孩正好走到了这束阳光里，撩动了她的发丝，好像每一个瞬间都是非常恰好的完美，特别的有这种松弛感啊。所以你看这样一个简单的场景，好像当光进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光好像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它可以点亮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那我们想做的就是让这样的瞬间可以被特别轻松地记录下来，放在你的回忆里，留在那里闪闪发光。夜景其实也是对高动态范围能力的挑战啊。我直接上了一组对比样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在这样的照片里对比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影的质感，小米14是显而易见的更好。但是更难得的是，在夜晚里它有特别深邃和浪漫的夜感。夜感是怎么来的呢？我放大一个细节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个远处的灯珠上，就是这里啊，这两个灯珠拍摄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在小米14的镜头之下，它被还原回了微微弱弱的光，它是一点一点的。但是在 iPhone 的镜头下呢，就爆掉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灯珠下面的遮阳伞下，这个遮阳伞下，它只是被灯珠柔柔地洒上了一层光，整个夜景没有被暴力的提亮，所以夜晚才会变得更加的深邃，但是又不闷，因为暗部里藏了大量的细节，给你带来更好的这个光学的感受。我们再来看一看长焦的升级啊。75毫米是一个特别实用的焦段，它很适合在不打扰的距离下呢进行抓拍，所以有一颗高素质的长焦镜头呢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的这颗镜头呢就有很高的画质，在暗光的环境下，长焦表现成这样已经非常优秀了啊。高动态的范围也是，有着白炽灯把大大的影子打在墙上，一个老爷爷正在认真地修着他的皮鞋。这一个瞬间呢，就是有一种特别温柔的力量。如果你去动物园想拍小动物，有一颗长焦也非常爽啊。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动物，叫水豚，据说情绪非常稳定，非常佛系啊。这两只水豚呢，好像刚刚洗完澡，所以你看它的毛发是被水打湿过后的样子，毛发湿漉漉的。当然75毫米也是非常好的人像焦段，这个小朋友的照片被拍得非常的生动。前两天我们在预热的时候呢，也广受大家好评，觉得哇，好动人。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用人像模式来拍照啊。这次呢，我们特别升级了我们的人像模式。小米影像大脑的人像引擎呢，优化了人的肤质、肤色，包括背景等等各种环节，所以它的人物拍摄起来呢，会更加立体，而且肤色会更加的红润。在皮肤的质感上呢，我们保留了很多真实的细节，不会很假，更自然。当然，其实用人像模式最痛苦的是背景往往很假，哎，人好像去贴上去的一样。那我们的背景表现如何呢？稍微卖一个关子啊，我这里放了2张照片，一张照片是由专业的单反拍摄的，另一张照片是由小米14拍摄的。大家猜一下哪一张是小米14？右边是小米14是吧？啊，也有说左边是小米14的，其实就是很难分出来嘛，对吧？我们来揭秘一下，左边的这一张是小米14拍摄的。这个背景的效果是不是完全与众不同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普通手机拍摄的，完全不是一个水准了哈。好，这颗长焦镜头最后的一个升级是浮动对焦镜组。说实话，去年在发布小米13 Pro 的时候呢，的确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功能这么受欢迎。我们觉得它是个很甜点的功能。然后所以说这一年呢，在微博上我们也被批评惨了。所以既然大家这么喜欢，我们这次决定不分标准版和 Pro 版，全部为大家搭载浮动长焦镜组。大家觉得可以吗？好，大家喜欢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确很方便。这一颗镜头呢，在拍摄远景的时候，它的镜组会向前移动，实现最远距离的对焦。但是如果你想拍特写，它就会向后退，然后实现10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所以拍摄出来的画面会非常非常的震撼啊！这是在浮动镜组下的蒲公英。
这个效果是普通的微距完全无法达到的，所以大家拿着它会有更好的创作空间。同时呢，它拍摄小动物也很好看，质感很强，所以养宠物的朋友们啊，可以尝试一下。在视频拍摄方面，升级点也很多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它支持全焦段的 4K 视频的录制，然后支持了前置 4K 视频的录制，支持了特写视频的录制。同时呢，因为用了光影猎人900，它还可以支持原生 HDR 视频的录制。同时呢，它也升级了电影模式，在录视频的时候可以有更自然的背景虚化，还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呢，自动切换焦点，成为一个电影感十足的这个视频。所以小米14的影像相比于小米13，绝对是一次跨越式的升级。我再来带着大家画一画重点。它升级了徕卡 Summilux 的镜头，它升级到了 f1.6 的大光圈，也升级了光影猎人900的大底，还升级了75毫米的浮动长焦，也升级了5000万的超广角。所以我相信它会成为更多摄影爱好者的选择。当然，我们也希望可以看看它在专业影像创作者手里的表现是如何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请徕卡摄影师，也是著名的街头摄影师约书亚先生，帮我们拍摄和体验了一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他的分享。Everyday life is generous with opportunities to make images, recording our memories and stories. I'm Joshua K. Jackson, and I'm a street photographer. I often choose to photograph early in the morning or at sunset. Photographers often refer to this window of opportunity as golden hour, where the low angle of the sun casts long shadows and fills the streets with a sense of drama. During this time, my eye is guided by the light, reacting spontaneously to anything that catches my attention. The Xiaomi 14 is small and lightweight, yet feature-rich. It delivers best-in-class image quality performance through a fast Leica Summilux lens. And there's a specially customized ultra-dynamic image sensor that's quick and responsive, delivering high dynamic range in any situation. The Xiaomi 14 is a highly capable camera designed to capture stories. It puts the power in your hands to bring your ideas to life. 它能在生活里捕捉很好的瞬间。约书亚说，它可以赋予你将想法变为现实的力量。我们也由衷的希望呢，它可以让你更愿意去观察生活、记录生活、爱上生活，去不负生命中的每一个精彩的时刻。小米14呢，作为一个小尺寸的全能旗舰，在很多细节体验上也进行了升级。我快速的给大家汇报一下，比如说它的电量，我们采用了最新的硅碳负极高能量密度电池，所以在它影像升级并且机身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将电量提升到了4610毫安时，而且它的续航表现极其的出色，这是小米手机中续航最长的表现。它的 DOU 测试呢，能达到 1.43 天，并且它的有线充电升级到了90瓦，同时也支持了50瓦的无线充电和无线反充。第二个大家期待的升级点呢，是震感。震感这件事情其实说来简单，马达越大，震动量就越大，它的震感就越好。但是小尺寸手机这个空间我实在是没地方搞啊，所以呢，我们的工程师奇思妙想，说我不在横向面积上找空间了，我加强纵向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优化了堆叠的方案，为马达提供了更高的空间。所以我们最后定制了一颗这个专门为小尺寸设计的马达啊，增加了一定的高度，并且采用了最新的马达技术。这样一系列的优化下来呢，这颗马达震动量提升了 26.8， 几乎达到了1010相同的水准。当然，小米14也毫无意外地支持了 IP68， 并且升级了 USB 3.2 帧万，它的最大速率呢能到5 Gbps，
所以它是比上一代10倍的速率的提升啊。还有很多用户想要 CarWays 升级，所以我们也升级到了 CarWays 2.0， 它支持的车辆呢已经到了2200多万辆，所以非常的方便。包括 NFC 也非常受我们的用户欢迎啊。大家把很多的卡都放在了手机里，所以它现在可以支持智能选卡，就是可以根据你的地理位置呢，判断你现在到底需要哪一张卡，提前为你准备好，非常方便和省心。所以这就是全新的小米14，它方方面面都做到了跨越式的升级，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下面呢，我们把舞台交还给雷总。小米14怎么样？这款产品真的特别的强。首先的话呢，在国产手机里，像这样的小尺寸的旗舰手机，这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呢，有最新最强的骁龙处理器，还有小米澎湃 OS。除了这3点以外，它其实是360度无死角，每个角度都特别强。拿屏幕来说的话，它是 1.5K 的4等边屏。拿相机来说，它是 Pro 级的影像，还有徕卡光学，还有非常出色的长焦和浮动镜组。另外的话呢，还有无线充电，有 IP68， 甚至连震动马达这样的细节，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大家今天同意我的观点了吗？它是完全可以媲美 iPhone 15 Pro 的产品，甚至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有很大的超越。那么我们这款产品怎么定价呢？我建议大家先看一下 iPhone 15 Pro 啊，一看吓你一跳啊，128G 起啊8000，1T 呢13000。当然我知道大家希望我们给一个震撼的价钱，希望我连夜说服高管是吗？但是我们卢总现在不在国内啊，我们卢总不在国内啊，所以也没办法说服啊。其实呢，我有很大的压力。首先，这一次呢，这个小米14啊，有点太强了，它已经做到了 Pro 级的配置。第二个的话呢，最近这段时间内存涨价特别凶，而且明年都在涨价周期里。我的同事跟我预测呢，明年大概每个季度要涨5%以上，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压力大得不得了。还有一点啊，我们经过3年的高端探索啊，投了很多钱，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呢，做高端旗舰最重要的是科技的引领性和体验的极致追求。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改变一点观念啊。我们小米的数字旗舰肯定是有性价比的，但是我们要放弃掉追求极致的性价比。这一次的定价呢，可能啊大家有点压力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定价呢，谢谢你们的肯定啊，谢谢你们的肯定。这一次的定价呢，我们从 128G 升级到 256G 啊，跟上一代同配置比的话呢，便宜了300。但我想跟大家说，这个价位起步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好不好？我们还是要支持我们的旗舰做得更强，做得更好，而不是停在3999这个价位上，好吗？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研发经费投在研发上，把产品做得更好，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有4个内存的版本。
也都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啊。16加512定价4599，可以吗？16加1T 4999。如果各位想买哪一款的话，我推荐1T，因为未来的1T可能会越来越贵，这是我说的实话。如果你买这款手机想用个2-3年的话，我推荐买1T啊。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2款官方的保护壳啊，尤其是为女生准备了这个菱格纹的树皮保护壳啊。讲到这里的话呢，下面我们要发布什么？好 ，Pro 标准害了 ，Pro 会怎么样？当然更强大啊！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个 Pro 有多强，叫惊艳啊！我们现在在做高端化啊，我们换一点高端的词来形容，叫惊艳，好吗？我们一起来看段视频，看看它有多惊艳，好不好？真的非常非常漂亮。Future is here, all our memories collide. They remind me of all that led me near, and now I'm close. Oh, I can feel the peace of being here, of being here. 漂亮吗？特别特别惊艳，我就不再放了，特别特别的惊艳啊！屏幕呢是6.73英寸，跟 iPhone 15 Pro Max 呢是差不多大的啊。而且正面看的话呢，也是极窄的视觉4等边啊。正面呢是一个4曲面的屏幕，背部呢也是一个4曲面的玻璃。好，我们看中框，金属中框，上下完美对称，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相机带口呢也是巴黎4丁的纹理啊，特别特别的精致。就是这样的大屏拿在手上，其实手感也不错，非常的细腻。我呢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款手机需要把玩，它能让你有爱不释手的感觉。它有3种颜色啊，白色、黑色、岩石青。这款屏幕呢是一个2K 屏，的分辨度高达522 ppi， 就是每英寸有522个点，它比 iPhone 15 Pro Max 的精度还高很多。这是一款顶级的屏幕，参数都在这里，我就不念了啊。然后它在护眼方面呢是全线拉满的，有1220赫兹的 PWM 调光，有 DC 调光，还有莱茵认证的3重护眼。谈到这里，这块屏幕真正厉害的地方在这里，叫全等身微曲屏。这是个新概念啊，全等身微曲屏。我们来细细看一下这块屏幕。好，这个屏幕啊点亮，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屏幕好像浮在空中似的，是吗？这块屏幕做到了4边4角等 R 弯曲，而且等身弯曲，非常非常完美。这是今天全世界最领先的屏幕形态和最领先的屏幕技术。可能大家一下子还不太理解啊，我们跟上一代比一下，好看吗？这是上一代的小米13 Pro 双曲面屏。好，我们再看前面，是不是就更好看了？而且它没有猫耳朵，而且它的手感特别好，
防误触。所以这么一块屏幕呢，它是直屏和曲屏的完美结合，它有直屏的优点，也有曲屏的优点，它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形态。所以大家不用再说啊，这个直屏好曲屏好了，因为它的视觉像直屏，但是它实际的体验呢，它的四周又是完美的对称的四曲面屏。那么像这么一块完美的屏幕呢，全行业经过了9年的探索之路。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难点特别多，我举一处啊。这个视角等身弯曲的时候，大家能想象一下，弯下去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多的褶皱。这个褶皱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屏幕的坏损和破裂。所以过去9年呢，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我们小米的屏幕的工程团队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我们认为呢，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封装层的脆性太强，没有弹性。假如我们能把这一层把它的弹性提升，是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好，这个封装层呢其实不厚，它有多少呢？它有 16.4 μm， 打开以后有11层。我们一层一层的分析，我们首先呢进行了 3D 建模、仿真做应力分析，把它分解成100万个网格，找到应力最集中的点，然后我们逐层去调整材料、硬件特征，去改变它的柔性，最终呢，我们把弹性提升了 1.5 倍。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它就可以完美贴合上去了，实现了等身的弯曲。这就是未来屏幕的完美形态。这个屏幕呢，今天我们在小米14 Pro 上首发，目前呢还有一点小贵啊，但是我们会加速普及，让大家能够领略到这种直屏加曲屏完美形态的魅力，好吗？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还有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啊，这个 2K 的4等边，我们上一代在做小米13 Pro 的时候，大家把我们批评得很厉害。其实为什么 2K 的顶级屏做4等边那么难啊？主要的原因呢是这样的，是因为 2K 的顶级屏啊，它的信号线密密麻麻的，它的 PPI 呢做到了522，一个英寸里面有522个点，每个点有2根信号线。大家想象一下它有多密啊。它密完以后呢，屏幕下端这些线走到线路板的中间的时候，有一个收纳区。这个收纳区呢，我们这么多年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最终做到极限是1210 μm， 就是 1.2 毫米，这已经干到极限了。所以在上一代的时候，我们拼了命只能做到这一代的时候，大家在玩命的批评我们。那么怎么改进呢？我们的工程师和供应商一起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屏幕里面加了一层金属层，在这个线路还没有到底的时候，在中间就开始收纳了，就开始走线聚集，然后相当于加了一整层，然后这样呢，把这个收纳区压缩到了600 μm， 0.6 μm。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后，今天的下巴比上一代小了多少？小了 0.71 毫米。然后就有了这样的视觉4等边啊，离真正的4等边还差多少？还差 0.28 毫米啊！这个科技真的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但是做到这样的时候，你的视觉已经觉得是4等边了。所以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呢，其实做出这么一个屏幕的话，我们花了2年多时间预研，投了18倍的研发成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小米的屏幕团队申请了130项的专利，已经获得了60项以上的专利的授权啊。所以我们能拿出这样的作品，我希望啊，
大家尤其一些米黑啊，经常说这是供应链技术啊。假如供应链技术这么好的话，是吧？做硬核技术的引领者就非常的难。而这个屏幕呢，已经是全球最领先的形态和最领先的技术了。大家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好看吗？它好看的原因就来自于这个全等身的微曲屏。现在呢，屏幕越来越好，但是呢，成本也越来越贵。一旦摔坏的话呢，大家又要骂我了，说维修成本很高，咋办呢？我们下决心向苹果学习，也做一款超强保护的玻璃，行吗？好，今天我们要发布小米龙晶玻璃。我们优秀的材料工程团队和合作伙伴一起打造了全新的材料，这是一种超越玻璃的新材料，这也是小米有史以来最强的保护玻璃。它有多强呢？它比 iPhone 的微瓷晶强度还提升了 5%， 防摔性提升了 20%， 维氏硬度高达860，厉害吧？好，这个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的制造呢还是特别的复杂啊。那个我简单的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它首先在石英砂里面加入了一些特殊的粉料，主要是碳酸锂、氧化铝和锆石这些粉料，加进去以后呢，把炉子加热到1600度，烧100个小时，烧完以后再高温结晶80个小时。可能大家说结晶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在玻璃的基材里面生长那种纳米级的微晶体。今天这一类的超强玻璃本质上叫微晶玻璃啊，就是长了非常多纳米级的晶体。这些晶体呢，它能有效的阻断裂痕，而且它的硬度提高了很多。所以呢，这就是最近这几家头部的公司在发布超强玻璃背后的科学原理。好，我呢让同事找了一个电子显微镜，把这2块玻璃啊放大了4万倍。这是普通的玻璃，这是小米龙晶玻璃。放大4万倍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这些小晶体吧，每一格是1毫米啊，每一格是1毫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把它放大到1纳米的程度啊，就是你会看到它有非常多的结晶体。有了这样的结晶体以后，整个玻璃的强度提高了非常之多。好，这么讲大家可能听不太懂，我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小实验好不好？大家看一眼啊，我们有个实验。厉害吧？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整机提升了10倍的耐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手机不小心掉地上，它不会摔坏的概率呢是之前的10倍。所以呢，手机的坚固性呢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啊，得到了空前提升。今天呢，这一类的微晶玻璃呢还比较贵，所以呢，我们先用到14 Pro 上，怎么样？等将来我们大规模量产以后呢，我们也可以把14这样的手机也覆盖了，好不好？
好，我们讲完了全等身微曲屏，讲完了龙晶玻璃，大家可能关心性能啊，或者小米14的标准版性能都很强，那这个 Pro 应该强的不得了啊！我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它用了最新最强的骁龙8的处理器，它的性能呢获得了跨越式的提升，而且呢，它还搭载了环形冷泵。环形冷泵呢，我们今年年初在13 Ultra 上刚刚发布啊，现在下放到小米14 Pro， 它3倍于普通 VC 的性能，所以它的散热能力特别好。再加上小米澎湃 OS 的能力，再加上大尺寸的手机散热能力本来就强，所以呢，它的性能特别的出色啊。那么怎么展现它的性能呢？我们还是跟 iPhone 15 Pro Max 比一下，行不行？跟15 Pro 比的话，有一点胜之不武啊。好，怎么比呢？因为这2款手机都特别强，我们就比那种特别复杂的场景，比如说一边充电一边打游戏，怎么样？很多游戏迷玩游戏的时候，手机没电了，插着充电器玩，那个手机会烫得不得了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一边打游戏一边充电。小米14 Pro 温度低了 7.1 度啊，各位看一看，你的 iPhone 已经到了快50度，小米只有42度啊。还有一边充电呢一边看视频，小米少了多少呢？少了更多，少了 8.9 度，这边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跑呢，是吧？37度，这边已经到了46度啊。还有一边听歌一边导航，再加一边充电，这就是有时候大家在车上用手机导航的时候的场景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米依然低了 2.3 度，所以我们在性能释放，我们在流畅度上是相当厉害的。我们还启动了5款游戏随意切换，你能看到这个动画是完全不掉帧的，所以整个使用体验呢往前走了一大步。以前有很多人买 iPhone 来玩游戏，或者买个电竞手机来玩游戏，我觉得今天不管是小米14还是14 Pro 都媲美了这些电竞手机，所以完全没必要。它的性能呢，在针对各个重复杂的场景都是游刃有余的，而且它的 AI 性能还特别的强。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 NPU 性能提高了 98%， 功耗降低了 41%， 所以它有能力很轻松自如的运行单侧的大模型。好，单侧的大模型带来了什么样震撼的体验呢？举一个例子啊，像这么一张照片，你觉得不全，想 AI 补图，这个工作是挺难的啊。你看看啊，单侧大模型算完以后，它怎么补图呢？它发现你在一棵树上，发现了，还给你加了太阳光打光，哇，真的挺神奇的。还有更神奇的照片，我们呢做了10几年的魔法消除啊，一致消除的不太好，就魔法去线、魔法去人，做了10年时间。今天有了大模型以后，你随便挑个人一点，其他人全部去掉了。来看一下，特别的神奇，而且还猜你后面有辆车，还给你画了辆车。哎呦，我真的是特别神。所以呢，大家用了小米14以后，我建议体会一下我们这个大模型所带来的实力啊。好，讲到这里呢，我们谈谈影像啊，这个影像就更强大了。首先呢是徕卡光学3色4焦段，我们使用的呢依然是我们小米定制的光影猎人900。这一颗传感器呢，它的底呢是1.31英寸的啊，也是属于特别大的底，每个像素点呢能到 2.4 微米啊，所以呢这是一颗大底。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光影猎人900呢？我觉得它有2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原生超动态，可能一般人听不懂啊。
大家听得懂大光比吗？听不懂啊？高动态听不懂是吗？好，就说特别是比如说太阳底下那个光比很大，就是我也不知道光比应该怎么翻译了，就是在这种场景底下，就是亮的特别亮，暗的特别暗，在这种大光比的场景下，那么以前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拍3张，用算法去算，大家知道我们怎么做了吧？叫 HDR， 这个词大家听过啊？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第一，算起来特别的慢；第二个的话呢，经常有重影和鬼影，所以呢，很多人都不喜欢用 HDR 的功能。那么这一颗传感器具有硬件直出 HDR 的能力，它在硬件里面就完成了。那么它的原生操纵的范围到了 13.5 档，是我们上一代的989的8倍的空间，所以这一个它就带到原生 HDR 的能力，这个能力呢是特别的强。同时这个传感器的功耗很低，所以无论是你拍照还是你录像，你都可以持续续航工作，是吧？不会被轻易而打断。所以呢，我们最后选了这颗传感器，而且这个传感器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是在手机高度有限的时候，能上这个，能上 Luminox 的镜头，这个镜头非常好，而且光圈能干到多少呢？能干到 1.42%，这是手机里面最大的光圈之一了吧？好，我们去年干到 1.9%被大家骂惨了，是因为我们用了1英寸的大底，那个底很大以后高度又受限，所以光圈特别有限。其实我们用今天的方案跟去年相比的话，我们的感光量是差不多的。我们跟标准版比的话，我们的感光量大了 27%， 所以我们做到了 1.42% 的大光圈，这也是小米手机第一次做到这么大的光圈。好，有了这样强的感光能力，那个拍出来效果怎么样呢？哇，这个拍照的效果也特别的出色。比如说啊，其实最难拍的场景是晚霞，我有一次发布会讲过了，拍晚霞是最难的。好，它的这个动态范围非常大啊，天空呢非常柔和，它的这个渐变色呢都被清晰的定格了。好，一个小男孩就在海边玩水，水花四溅啊，所以在这种场景拍的都特别的漂亮。这是雨夜晚上拍，我们这颗传感器这颗主色也特别的出色啊，它有非常丰富的色彩，特别有氛围。而且呢，这个主色的底很大，可以硬件直出2叉，画质呢也特别好。这是夜晚的一只小猫咪啊，胡须都特别的分明，眼珠都是透亮的。好，我们的这颗长焦的素质也特别的好，这是一个过山车，正在俯冲，每个人脸上的比较紧张的表情都能看得很清楚。还有，我们也支持呢移动长焦。我们的移动长焦的话呢，那个可以拍特写，像这个蜻蜓的细节呢，那个包括背后的这个大光斑，都特别的震撼。所以小米14和14 Pro 都带了那个浮动长焦，所以呢会使你在做拍特写的时候效果都特别的出色。而且这一次小米14 Pro 的影像呢，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无极可变光圈。我们今年4月份13 Ultra 呢做了2档可变光圈，6个月后呢，今天我们把可变光圈做到了无极的程度。那么无极是多少级呢？我们支持了1024级的可变光圈。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哎呀，这个可变光圈干嘛用的啊？是因为这些年里面我们在做大底传感器的时候，当用固定光圈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我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以前都骂我们比较多的，
比如说上一代我们拍这种文档的时候，四周就是虚的，是因为大底啊配固定光圈的时候就周围容易虚。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拍多人的时候，就有的人也是虚的，我们拍这个美食的时候，周边也是虚的。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底越来越大。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像相机里的快门优先，就是你的光圈要可变，因为底太大了，光圈要可变。好，比如说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用 1.42 的超大光圈拍人像，主体特别清楚，背景被虚化了。遇到拍文档，自动给你调到 4.0 的光圈，所有都清楚了。拍个美食清楚了，拍合影也特别清楚，而且呢也适合做专业的街拍。所以在用这么大的底做专业街拍呢，它的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出色。而且呢，这个可变光圈最有用的是在拍视频的时候。为什么拍视频好呢？因为它超高的曝光灵活度，能够自动适应光线的变化，而且前级可调以后，它的这个在明暗变化的场景里面，光圈自动的调整进行曝光补偿。所以这些功能呢，对视频的专业创作者来说呢，特别特别有用。我们专门请了影视飓风给大家科普一下无极可变光圈。好，各位，我是 Tim。光圈与快门速度是影像行业控制曝光的重要手段。过去光圈调节只能在相机上实现，而现在手机也可以做到。可变光圈这个词对你来说应该也不陌生了。而这次在小米14 Pro 上，它竟然做到了光圈无极调节。在专业视频拍摄时，快门速度往往会被设置为180度快门开角，也就是2倍帧率的倒数。这将会使你的画面获得稳定、自然的动态模糊效果，很有电影感。你看，区别是不是很明显？既然快门速度被锁定了，如果不能调节光圈，你的画面就会出现过曝或是欠曝的情况。仅靠 ISO 来调节，也会造成噪点的出现，导致画质下降。而这时，在小米14 Pro 上的可变光圈就能大显神威。它首次具备了无极调节光圈的能力。要知道，这是电影镜头上才能看到的功能，而小米14 Pro 可以根据环境亮度自动匹配精准的光圈值，以调节画面的曝光。从室外到室内，光圈慢慢增大；从暗处到亮部，光圈也会随之自然变小。动态模糊和正确曝光再也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完全不会注意到画面亮度的跳动或是闪烁，因为它是无极光圈。小米14 Pro 在视频记录上迈出了一大步。你可以借助可变光圈和快门角度，拍出更具质感的动态影像。所以，今天像这么神奇的千机可变的光圈，绝对是专业光学的极致突破。今天手机的镜头很小很小，我们在这么小的镜头里面塞进去了这么大的底，而且又新增了驱动马达，又加了6个叶片，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相机模组越来越大啊，是因为我们在里面加了整个无极可变的光圈。好，它有多精细呢？我举了一下这6个叶片的精细度，每片都只有55微米，像蝉翼这样的叶片，所以非常非常薄，也非常非常的精细啊。这项技术呢，我们的团队做了3-4年时间啊，这是我们第一次干到了千机可变的光圈，这也是全球今天最领先的科技啊。有了这样的无极可变光圈之后，还有一种新的玩法出现了，你把它调到4.0的大光圈，晚上随手拍这个大桥，看到星芒了吗？这是硬件直出的啊，放大，是不是觉得意境不一样了？然后呢，你可以拍阳光，你可以拍水面，你还可以拍车灯，你可以这样拍焰火，是不是特别的浪漫，特别的震撼，也特别有意境啊？所以我们小米14 Pro 有超大
超强的影像系统啊，那个效果呢比上一代好很多。最关键的是2点，就是1.42%的超大光圈，第二个是千级可调的可变光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去体会一下小米14 Pro 所带来的最先进的科技啊。好，这一款手机呢也有极致的用户体验。首先我们特别关注续航，它的续航的 DOU 呢到了 1.37 天，因为我们认为续航呢是最重要的。当然对于大电池可以解决续航问题，但是电池堆多了它会影响厚度和重量，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最佳的电池大小。这一次呢我们把电池提高到4880毫安时，然后我们支持120瓦的充电。接着的话呢，我们通讯信号特别好，这个就不跟 iPhone 比了啊，是吧？我们就不含称 iPhone 了啊。那个通讯信号呢非常的出色，而且我们首次还支持了全频段的4低频天线。还有呢，我们支持了立体的双扬声器，我们也用了小米最大的1016的 X 轴振动马达，而且跟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呢还一起对震感做了精心的调教。我们也支持了 USB 3.2 的标准，达到了10个 G 的 bps。 当然我们也支持了 IP68。 这一次呢我们还有一个细节，我们还装了独立的安全芯片，这样重要的信息、敏感的信息都被单独存放在安全芯片里面，那些恶意软件想窃取呢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它不在 SOC 里，所以呢特别的安全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小米14 Pro。 我呢跟大家发一下重点啊，叫全等身微曲屏，小米龙晶玻璃，徕卡光学的 Summilux 的镜头，是吧？ 1.42%的大光圈，千级的可变光圈，光影猎人900，还有小米澎湃 OS， 怎么样？我们就不跟 iPhone 15 Pro Max 比了，他们实在太贵了，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上一代的我们小米13 Pro 定价呢4999元起，然后呢是8加128。那么我们做了这么多跨越式的大升级，有这么多最新的科技，那么我们14 Pro 定价在4999。同内存版本呢便宜了800块钱啊。我们还是希望能让更多人体会到这些先进科技的魅力啊。只有3个内存的版本，16加512 5499也非常的便宜，也至少便宜了1000块钱。然后呢也增加了16GB 加 1T 5999。我刚才已经讲过了，1TB 未来会非常贵，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5999的话 1TB 这样的价钱还是极其实惠的，好吗？最后 one more thing，钛金属特别版。这个特别版呢非常的漂亮，它的质感呢极其出色。大家都知道钛金属呢是一个高端的材质啊，它的硬度高、耐腐蚀，而且亲肤无毒。当然它的加工难度也很高，成本一直非常的昂贵啊。它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啊？航空、航天、
高端腕表，还有生物骨骼，就是人造骨骼。为什么用到这些领域呢？我后来琢磨了一下，就是都是不差钱的地方啊。咱们手机行业终于进步到今天能用得起钛金属啊，是上个月苹果刚刚开始用了钛金属，小米呢是第2家。我们呢跟苹果不一样，我们用的呢是99%的纯钛啊。这个目前的钛金属成本特别高。那个初期呢，我也想说，要不14 Pro 我们像苹果一样全用钛金属，后来实在太贵了。这个它比铝合金的中框贵了10倍，比不锈钢贵了4倍，差不多要在我们现有的定价上加1000块钱才能打平。可以吗？我们怕很多米粉一下子接受不了，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呢，做一款钛金属的特别版，让大家领会一下这个高端材质的感觉啊。好，为了彰显它的高端呢，你看我们做了精致的拉丝纹理，还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骚气的橙色金属带口啊。极具识别度啊，极具识别度，这个设计是你要越看越喜欢的啊。然后的话呢，我们还专门做了纳米级的涂层保护，来保护它的表面。另外很重要啊，要划重点的，还特别做了防指纹的涂层，可以吧？我们很精心的保护这个钛金属的这个中框。而且深灰色的话呢，彰显了钛金属材质的精美跟高端啊。好，像这么好的钛金属的中框，我们前后都用了龙晶玻璃，所以它的防摔性能大幅度增强，可以吧？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钛金属特别版。那这个版本定价多少呢？我们原来真的是在同版本上加了1000块钱，但是呢，前几天我怕大家挨骂啊，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钛金属到底有多贵，所以我一咬牙一跺脚啊，定了6499。括号这个是亏的啊，这个是亏的。如果哪一天我们要把这个金属普及的话呢，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3999就是最后一次了。这个我们还是要把手机做得更好，科技含量更足，体验更好，大家同意吗？可能稍微贵一点点，我相信是米粉能够理解和支持的。好，这就是我们那个小米14和14 Pro 的那个所有内存配置，大家可以拍一下以后呢，仔细看一看你买哪一款。说1000到1万，我推荐小米14 Pro 钛金属版，好吗？好，有这么强大的硬件的话呢，我们邀请小米14的用户参与小爱大模型的内测，领略一下大模型的魅力，好吗？为了改善用户体验呢，我们还邀请了第三方品牌开始在小米官网上做保护壳，是吧？有这个超薄的无感保护壳，以前我们小米做过，被大家骂了个半死，说用1-2个月就破了。这次我让他们同时卖你2个，其实10几块钱，然后也有多彩透亮啊。以后我们会邀请更多的第三方品牌，直接在小米之家和小米官网上做第三方的保护壳。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保护壳丰富起来，好吗？最后还有一个小创新，我们在研发澎湃 OS 的时候呢，做了大量的底层重构。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工程师有一个重大发现。什么发现呢？以前我们都知道，存储芯片呢都有额外的预留空间来负责性能的优化。那具体预留了多少呢？其实我们是没人知道的，因为供应商总是保密的。
这一次我们深入研究以后发现，每256 G 芯片至少预留了10个 G 以上，比想象的多了太多。我们的工程师就很好奇啊，怎么需要这么多的空间呢？我们有了一个很疯狂的想法，我们能不能优化算法，重写系统固件，把这个存储芯片魔改一下，看看能省多少空间。我们说干就干，立刻开始行动。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工作以后，结果出来了。你们知道可以省多少吗？可以省8个 G。供应商看了以后也很震惊啊，刚开始都不相信，然后一起跟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和验证，最后服了。供应商也采用了我们的技术方案，这样标称256 G 的存储凭空多了8个 G， 变成了264 G， 是不是很神奇啊？还更夸张的是，已经有部分的供应商进行了大规模量产，我们小米14部分内存版本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可以吗？好，我们来看看哪些内存版本实现了啊。我们的包装上还是印的256啊，但是你打开这手机，你一看是256加8 512加16，可以吗？好，这3个内存版本已经实现了，那一个多了8个 G， 一个多了16个 G。假如你拿到手，打开系统发现多了8个 G、16个 G， 你就当中了一次奖，行吗？所以我想请大家为我们小米工程师的创新点个赞。我们呢把这个技术规范呢申请了专利啊，移交了国际标准组织。也许以后256 G 都变成了264 G， 是不是想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你想这个影响的不是手机啊，你的电脑、你的服务器、你的硬盘、你的 U 盘、你的所有跟存储相关的都多了8个 G， 有趣吗？所以我觉得呀，我们这个世界的确需要非常多优秀的工程师，他们要敢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才能让我们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小米14和14 Pro 啊，徕卡光学不负此客啊！小米14拥有强大的影像系统，可以记录生活中每个美好的此刻。今年的小米徕卡影像大赛呢异常火爆，我们收到了超过60万幅作品啊，这是去年的2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投稿的内容，感觉大家今年的心情更放松、更愉悦，对生活更热爱了。你看大家的这个内容都是什么希望、玩、忘情、瞬间之类的啊。有位朋友啊，前段时间他去了一个很小的渔村，给我分享了几个他拍的瞬间啊，我看了看还挺有趣的。第一个呢是这种村头的小卖铺，其实这种小卖铺在中国的农村也很难找了啊，都被那个小超市所替代了。2个小孩是吧，想买东西，一个男生呢跳起来，跟店老板打招呼啊，就这么一个可爱的瞬间，是吧？你能感受到这个历史和年代感啊。在村口呢遇到了一个90岁的老奶奶，他想呢给老奶奶拍张照，结果老奶奶说等一下，她回家特意换上了一双崭新的绣花鞋。他说这是他90年代第一次拍照。然后当时我真的很感慨啊，我觉得我们手机这么普及了，还有人90年代第一次拍照。他呢还在这个渔村里吃了一顿美味的饺子，他说只要一吃到饺子，就好像尝到了家乡的味道。那么这个朋友是谁呢？他就是费翔。所以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费翔担任小米的人文影像的共创家。其实我知道费翔呢还是在1987年的春晚啊，他唱了一首《故乡的云》，一下子就走红了。那年呢我正好念高3，特别喜欢这首歌。
后来就离开了家乡，到外地求学工作，以至于后来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想起小时候，想起自己的家乡。今天的话呢，费翔用影像重新为我们大家演绎这首《故乡的云》，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你的故乡在哪里？你当初为什么会离开？天空上，那不像地方，可不像为我风用镜头去讲出你心里的思念，那不像地方。把你心里的那朵云和那个人拍给我看看吧。2023小米徕卡影像大赛，期待您的参加。分享说，走过全世界才明白，人生就是每个此刻。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倡议大家想拍就拍，拿起你的手机，记录生活中每个美好的此刻。搜索小米影像公众号，欢迎大家参加今年的影像大赛，来分享你的照片和故事。我们到现在呢，我们的发布会呢，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12分钟，特别感谢所有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也感谢现场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后面呢还有6款非常精彩的科技生态产品，下面的话呢，有请魏思琪来为大家介绍。好啊，接下来我们有6款产品，但是我打保票，这6款产品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好，而且看完它的价格以后，都会觉得心动不如行动啊。我们一款一款来看。第一款呢是全新的小米 Watch S3， 这款产品上首先升级最大的就是它的设计，它是 1.43 英寸的大表盘，而且整个机身设计的非常的精致。它的表盘呢旁边呢黑圈这个黑边也是非常小的。我们一共为大家设计了2款颜色，第一款是黑色，还有一款银色。这只是最普通的版本啊。接下来有几个，第一个是蔚蓝。这款蔚蓝呢，采用的是不锈钢的边框，而且是非常经典的腕表设计。你戴着它的时候呢，会觉得特别的优雅，而且特别的内敛。第二款是商务型的经典设计，叫双时区。它的这个表盘就厉害了啊，这是一个陶瓷的表盘，而且是陶瓷双色的表盘，所以整个看起来特别的有光泽，特别的温润，戴起来呢就会比较成熟，而且感觉很有品味。前面这2款感觉都很低调很内敛啊，咱们来看点张扬的。这款亮丽黄，哎呦特别的好看，而且我发现在我身边选择这款这个表的男生呢都比较的有个性。它同样呢也是陶瓷的设计啊，然后这个颜色调的非常的亮眼，而且你戴上它的时候呢，你不仅可以很个性，你还可以很时尚。最后一款也是我今天佩戴的这一款，特别的漂亮，叫黑彩虹。在黑色上有5彩斑斓的颜色，而且这一款的表圈采用的材质更加的高级，是锻造碳。这个锻造碳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它会产生随机的云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个表盘上可以看到这个云纹，这每一个表圈上的这个纹理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你戴着它的时候特别神秘，而且还很有气场哈。这些表圈呢，我们也做了精细的细节的打磨，所以呢，它也是巴黎士丁的，这几款都很好看。那大家也有朋友们会说啊，哎呦，我这几款都挺想要的，都很喜欢，我这个人就很百变，我能不能每天根据我的穿搭改变这个手表的样子呢？哎，我们也替大家考虑到了，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很聪明的设计，这个表圈是可以换的。当你把表圈和表带换掉以后呢，它就是一款全新的手表，而且这个表圈里还内置了霍尔传感器，你拧上去的时候，
这个表盘还会自动的产生变化。除了这些内置的表盘以外，我们还准备了200多款非常精美的表盘，在我们的商店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而且还支持了人像的表盘，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宠物、你爱的人都放在你的手腕上。这是一款很酷很酷的手表，我们再通过一个视频了解它一下。是不是很帅？对，它不仅好看，而且非常的强大。我们升级到了全新的小米澎湃 OS， 它将会有全新的界面，有着全新的功能，而且它的互联体验将会更好。在这里边呢，我们还设计了快捷的手势操作，它有2种转弯和晃动2种模式呢，可以你自己自定义它是什么样的功能。而且在这款手表上，我们还升级到了15天的超长续航，它的充电也非常非常的快，只需要5分钟，也就是刷一个牙的时间，你就可以把它充电到2天不用再充电了。有很多用户呢也呼吁 eSIM， 所以呢我们除了蓝牙版以外呢，也特别准备了 eSIM 的版本，所以大家在出去跑步的时候不用带手机了，它就可以直接的独立通讯、打电话、听音乐。我们也做了全面的健康监测的精度的升级啊，所以它的心率会监测更准，睡眠会监测更准，它的定位也更加准。那有了这么多升级以后，我们的运动和健康也将随之而升级，支持了更丰富的这个管理和内容，并且呢，滑雪是现在大家更喜欢的运动，雪季也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专门出了专业的滑雪模式，它可以记录你每一次滑雪的这个精准的数据啊，包括比如说你的坡度、距离，甚至是速度，还可以自动的生成报告，你可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当然，我们还设计了一个针对滑雪场景的小功能啊。每次我们去雪场挺冷的，摘下了手套，操控不方便，所以它只要监测到你在坐缆车，它就会自动的为你播报你这一趟的成绩。如果你是一个大神级的选手，你就可以不着痕迹的秀一把啊，是一个有一点小显眼包的功能。当然，我们的手表呢也支持了华贝的 APP， 可以方便你跟学友进行分享和交流。全新的小米 Watch S3 非常非常的时尚，有多种表圈和腕带可选，而且升级了小米澎湃 OS 和全面的体验，所以它的定价呢，蓝牙版只需要799元 ，eSIM 版本999元，这个价格可以吧？好，表圈和腕带我们把它做成了套装，不锈钢版本定价179，2款陶瓷249元，锻造碳是299元。在首销的时候呢，我们全部为大家优惠了50元，而且对于那些我每一款都想尝试的用户呢，我们想鼓励这样大胆的想法，我们特别做了500套的限量版。500套啊，数量不是很多，所以呢，我们觉得赔点赔得起，我们干脆给大家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只需要6折就可以整合全端，所以也特别希望大家尝试一下啊。同时呢，米兰尼斯腕带大家一直很喜欢，我们也给大家配了149元。这是第一款手表，哎，今天还有第2款手表，它是一个健康专业的手表。所以我们在一直不断的做这个运动健康啊，在跟很多用户交流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人其实对健康有更专业的监测需求。哎，我们就去研究了一下，发现大家关心什么呢？血压。不查不知道啊
一查发现，现在18岁以上有血压病的患者能达到2.45亿，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啊。然后除了大家在测量自己血压的时候呢，除了放在家里的血压仪以外，也很希望随时的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所以有很多人愿意选什么呢？愿意选腕上的血压表。我们现在可以打开京东搜索一下，现在腕上的血压表呢只有2种，第一种就是纯医疗级的，看起来不好看啊，很大一个戴在手上；还有一种呢，就是是智能的了，但是也设计的很像这个专业的医疗器械。所以呢，我们的用户其实想要的是什么？是好看的，是智能的，是功能极其丰富的。哎，这就是我们小米所擅长的呀。所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小米把血压表设计成什么样子啊。首先是它是正常的腕表的设计，它看起来非常的好看，1.43英寸的大表盘，而且呢铝合金一体的机身，有着不锈钢的这个表圈，然后还有着非常精致的表冠设计，所以你把它戴到手上的时候，它就是一款非常漂亮的正常的腕表，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强。它支持了小米所有的运动健康的功能，也支持了 NFC 蓝牙通话，包括小爱同学一系列的智能功能。它还有9天的长续航，所以大家也不用很担心我需要经常的充电。所以它很好看，也很智能，但同时它也很专业。这款表是2类医疗器械，所以它是一个专业的医疗器械，它是被认证过的。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名字啊，叫什么？小米腕部心电血压记录仪，很难记。我不相信大家可以拿这个名字搜到啊，所以大家这个可以直接搜索小米血压表去找到这款产品。那么它可以进行专业的血压测量，它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只要启动之后，把你的手放在胸前，非常放松的进行测量就可以，只要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那它是怎么做到在这么小的手表内完成准确的测量的呢？是因为在这个手表里呢有一个微气泵，它会把气体从外部带到手表里，并且呢把它输送到这个气囊的腕带里，它就完成了一次准确的测量。这个原理啊，就是和上臂式的血压仪，就是我们经常在家里用的血压仪，是相同的示波法工作原理。所以它的压力精准度是很准的，能到正负3毫米汞柱。所以你在日常测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而且呢，它很智能，它可以进行长期的数据的统计，你可以更直观的了解自己的血压趋势。而且很多人很忙，经常忘了测血压，我们还做了定时的这个测量提醒。所以无论是作为日常佩戴，还是出差，还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它都可以陪伴你，一直关注着你的健康。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一直在专业健康方面呢持续的投入，给用户带来更便捷、更专业的健康的产品。所以呢，我们也和北医3院展开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在这款产品上呢，针对血压健康的管理和研究，北医3院也给出了非常大量的专业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这款产品的体验做得更好。那除了血压以外，它还可以测量心电，也是很快的速度，只要30秒你就可以进行一次心电的采集。而且这个报告呢，还可以让3甲医院的医师帮你解答。当然这个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啊，在前5次是免费的，5次以后只需要5块钱就可以进行一次解读。所以你着急的时候呢，它还是很实用的。那这款腕表呢，除了很适合中青年的血压病患者以外，它还特别适合送给父母。那针对于老年人使用，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贴心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小米运动健康 APP 里，你可以看到随时看到你父母的这个健康的数据，了解他现在的状态。而且呢，还支持了语音播报，老年人不需要很复杂的学习，跟随着语音的指导就可以完成测量，非常的方便。但是其实啊，作为我们这些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最担心的就是家人的这个跌倒了以后
身边没有人，没有办法及时的求救，所以呢，我们也做了跌倒检测的功能。这里边呢有非常高灵敏度的6轴惯性传感器，它可以很精准的检测到你的姿态的变化，而且一系列的这个呼救功能啊，包括自动呼救，包括同步发送你的这个定位，还有呢可以在手表上直接显示你的医疗急救卡，让医生最快时间了解你的个人情况，保障你的安全。这就是小米的首款健康专业手表，小米心电血压记录仪。它好看，而且智能，而且非常专业，定价呢1999元。2款手表已经介绍完了，这都是个人穿戴产品。我们再来看一看家庭产品。小米有非常多的科技家电啊，我们做科技家电跟传统家电不同，我们要求自己有非常强的科技含量，要设计的很有品位，而且要有非常优秀的智能功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几款科技家电。第一款就是电视。小米电视呢一直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在2023年呢上半年的出货量呢也获得了中国的第一。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产品呢就是高端画质系列的小米电视 S Pro。这款电视呢是85英寸的。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啊，买电视就要买大的，越大越好。那85英寸就是在我们反复的测试之后能进电梯的最大尺寸。对。然后呢作为一款高端的画质电视呢，它采用的屏幕技术呢是 Mini LED， 跟我们的大师电视是一样的啊，而且同样它也做到了千级分区。4月份的时候，我特别认真的给大家介绍了什么叫 Mini LED， 什么叫千级分区。我发现大家有点搞不懂啊。好，怎么证明这个技术是最先进的呢？来看看友商Mini LED 千级分区都卖在1万块钱以上，画质标杆呢要卖到3万块钱，而且在苹果最专业的 Pro 系列上也全面的采用了 Mini LED， 所以它的画质将会是极好的。当然，硬件只是画质的基础，调教也非常的关键。我们一直坚持着画质一定要精调，所以它也全面搭载了旗舰级的大师画质引擎，对色彩、色准、控光等等6个大的方面进行了专业级的调整。但是说到画质啊，大家总说画质很主观，很难评判，所以我就想了一下，我说这次我们能不能请一些对画质最敏感、最专业的人来帮我们盲测一下，看看我们的画质水平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选了画质的标杆索尼电视，同时邀请了100位影像的专业的影像工作者来帮我们盲测了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更暖一点，左边的色彩丰富度更加好。我觉得右边也挺好的呀。右边我觉得稍微有点色偏，但你看人物面色的细节，它的细节度刻画的就很好。看那边的暗部的那些细节都是可以见的。我也觉得这边好一点。你看它的亮区里边，右边的细节更多。这个亮部就很锐，那边就稍微糊一点。如果 Mini LED 算法做的不好的话，你会看到不该亮的地方它突然特别的亮。你看那个天空，它星星的部分它不应该那么亮。看最亮之后还有没有层次。像我们站在这儿离得近一点看，确实是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可以再次对比2台电视机的综合成像效果，然后投出一票。我想好了，这不用想，就这个，就单凭这个画面我也得投这个。左边是小米，右边索尼。果然，索尼、小米，不错。而下一台电视有着落。我们这款全新的小米电视 S Pro 呢，也同时升级了最新的小米澎湃 OS。
系统呢也将更加的流畅和稳定。这就是我们的高端画质系列的电视啊。我们再和上一代产品进行一下对比。我们的上一代产品定价7999元，这一代的产品呢升级了 Mini LED 千级分区，而且有着更好的屏幕亮度，有着更高的刷新率，也有着更智能的体验。我们这一代的定价呢，同样还是7999元，非常厚道啊，尤其是跟友商放在一起，显得就更加厚道了。还有一部分朋友啊，特别喜欢震撼的音效，我们也推荐一下我们的 Soundbar， 它有着5.1.4的物理声道，而且还有着独立的200万的低音炮，音质效果特别好，定价3999元啊。我们跟它把它跟电视做了一个套装，合在一起购买的话，可以大概节省1000元。当然，我们的这个 S Pro 系列呢，一共有3个尺寸，有65英寸、75英寸和85英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进行选择。好，电视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的3款产品呢，被我们称为家装的3件套。第一件呢就是冰箱，这是一个米家的10字对开门的冰箱。这个冰箱啊，又好看，占地面积又小。它的占地面积有多小呢？只需要一个中号的地砖就可以放下了。哎，它的横宽大概是83厘米，然后83厘米对，然后它的进深呢大概是63厘米，占地面积非常小。但是即便它很小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它的容量不够啊。我们用了最高端的 VIP 薄壁技术，它可以让这个保温层呢比传统冰箱减少了18%，所以它可以拥有521升的大容量。你装很多的这个食品呢都没有问题，而且它还有各种高端的体验啊，比如说它可以支持干湿独立可调，而且呢它也有银离子的抗菌除味，可以达到99%的抗菌啊，这些全部都支持。但最重要的啊，还是它特别漂亮，它是一个超薄全嵌式的冰箱。在超薄全嵌里，我们也做到了一流的水准。它的两侧加顶部只需要预留5毫米就可以，它的背部完全不需要预留空间，0毫米的贴合。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好，我们改变了很多冰箱的结构啊，它的散热将从两侧移植到底部的前置，而且它占后边空间的主控板和电源线也被聪明的移到了顶部啊，所以这个它可以紧密的跟你的定制家具进行贴合。而且呢，为了大家打开门不受阻很方便，做了特制的嵌入铰链，可以实现90度的开门不受嵌。现在市面上呢，嵌入式的冰箱一般零售价都在4000元左右。米家的超薄全嵌冰箱，我们来看看价格啊，2999元。好，3件套的第2款是洗衣机，它是一个10公斤的直驱滚筒洗衣机。洗衣机其实对体积的要求要更小，因为往往它会被放在卫生间啊、阳台啊这种很小的地方，所以它的占地面积呢只有0.2平方米，它的进深只有这个486毫米，是一个超薄的洗衣机。它有着10公斤的大容量，并且它的桶径呢非常大，是530毫米的大桶径。这样的容量呢，能让你洗很多衣服；大桶径呢，能让你把它洗得特别的干净。它也有着旗舰配置拉满的这个水准啊，有着4重的除菌，有着非常丰富的洗涤模式，而且有智能双头。这个智能双头可以让你一次性加好洗衣液和柔顺剂之后，1个月都不用再管它了，所以很贴心。当然这里有个小功能啊，也是现在很高端的功能，叫精华洗。这个精华洗就是让洗衣液进入到内桶之前就被打成了打成了泡沫，是拿120度的高压呢喷射到衣物上的，所以它可以洗得更干净，没有任何的残留。同时呢，洗衣服的时间被大幅的缩短，能节省45%的洗衣时间。
它也可以做到同样的超薄全嵌。而且洗衣机做超薄全嵌的重点呢，就在于不震动、不晃动、没有噪声。为了做到呢，我们用了非常高级的地直驱电机，减少它的震动。同时呢，我们也改变了这个桶的形状，是一个类纺锥形的无缝内桶，所以它的晃动和噪声呢都会非常的小。同时呢，我们还有4个减震器，去大幅的降低了它内移的可能性。在价格方面，我们选了一个目前最畅销的超薄全嵌洗衣机。我们看看它的价格，3199啊。我们洗得更干净，我们更高端，而且呢，有着这个非常好的智能体验，定价1999元。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最后一款产品了啊！这款产品是一个空调，但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空调。我们现在更多家里买的是柜机和挂机，很占地方，而且呢也不够美观。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要选择中央空调，但是对于中小户型来讲，中央空调又贵，安装又麻烦。所以呢，现在有一个新品类叫什么？叫中央空调风管机。它其实就是专门为中小户型准备的中央空调，所以你看，它有着非常超薄的机身，而且安装起来呢特别的简单，不用很复杂的走线，跟普通的挂机差不太多。但是它又有着中央空调所有优秀的体验，它有瀑布式的这个气流，然后不直吹，很舒服。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制冷和制热，并且呢很省电，是全变频的1级能效空调。它的功能呢也非常的先进，比如说它支持了内外机的自清洁，然后这个可以达到99%的除菌，而且呢也支持了宽温域的运行，所以就是无论你是在冷的地方还是在热的地方，它的运行呢都是很稳定和有保障的。传统品牌呢其实也有同类型的产品，定价呢也不便宜，8999。那你家的中央空调风管机呢？定价5999元，很实惠啊！所以现在正在装修、考虑装空调的用户呢，特别诚意的推荐。我们将会在首批呢是8个省市进行开售，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否有自己的省市啊。而且呢，我们的安装也会非常有保障，包括专业的人员安装，我们的价格也很透明。同时，它的质保呢。整机6年的质保，压缩机可以有10年的质保，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选购。这就是今天4款小米的科技家电，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呢都向大家介绍完了。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和推荐啊，已经进入到双11了，小米也准备了非常多的优惠给大家。首先是今天发布所有的手机产品和手表。都已经开启了预售，会在31号晚上8点进行首销。现在也有很多用户呢，喜欢在购买手机的同时购买米 Care 啊，因为它可以保障你这个屏幕受损之后呢，有更便捷的这个服务啊。所以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优惠，我们的米 Care 无忧版可以延长1年的质保啊，然后2年多次碎屏免费修。包括了屏幕、摄像头，包括手机的背盖都可以啊。首批购买那个小米14的用户呢，还可以享受8大优惠的8大尊享的福利啊，还有会员的专属积分也非常的好。我们所有的科技家电呢，现在都已经开售了，大家可以直接去小米之家或小米商城选购。除了新品以外呢，这个双11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优惠，包括旗舰的手机产品，小米13、K60，还有 Redmi Note 12 Turbo 啊，这种爆款的产品都为大家做了很大的优惠，还有很多这个智能的家电产品也有很诚意的价格啊，非常值得在这个双11入手啊。而且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米之家看看，去体验一下我们发布的最新的产品。如果你看中呢，也可以直接入手啊。我们线下也同步开启了优惠的狂欢。好，今天到这里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和内容已经介绍完了。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的聆听。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再见。